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咔咔，没有你我的故事讲给谁听？10月23日，有韩国媒体报道，韩国女星全昭明退出 SBS 综艺节目 Running Man。全昭明的经纪公司 King Kong by Starship 表示，全昭明将于10月30日最后录制后退出 SBS Running Man。因为不是一个短期关系的节目，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心思，在与 Running Man 成员、制作组和经纪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，我想需要一些时间给自己充电了，以便在以后的活动中展现出更好的自己，包括演戏。对于退出节目，他再次确认，我已经做出了决定。自2017年4月以来，过去6年的每个周末，与全昭明一起在 Running Man 中哭过、笑过的众多观众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们都希望大家继续对全昭明给予温暖和支持。对于全昭明退出长期参与的 Running Man 的消息，网友们也纷纷留言。有网友表示，该走的不走，不该走的都走了，没看过以前的 RM， 我的 RM 是从全妹开始的，全妹下车后不会再看 RM 了，全演员多多演戏吧，什么时候再演偶像剧？也有网友留言表示，这么突然 RM 干脆停了算了，摆烂的不下，努力的倒是走了，跟李光洙一样，下车后拍其他综艺加演戏吧，常驻综艺不利于拍戏，没想到全妹也走到这步了，我在 RM 唯一的快乐完全没有了， PD 要不要跟着下车？之前听说准备结婚，我就等着呢，再来次改版，毕竟感觉这 PD 也待不长。而网友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留言，其实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坎坷遭遇有关。2016年全昭明参加一档节目时，曾曝光过自己的房间。通过节目，人们可以看出他的房间似乎是书房改造，不仅装饰简单，面积小到只能摆上一张单人床，甚至旁边有一扇推拉门连着客厅，毫无隐私可言。全昭明的弟弟曾参演节目，他壮硕的外表很吸引眼球。不同于金钟国疯狂锻炼为健身，他弟弟现实是十分热衷于健美。在韩国，如果你当健身教练，也许会很挣钱，可是健美教练就收入差很多。因此，很多人都会有兼职，而他弟弟也曾上传过在便利店收银的图片。由此，全昭明的家境可想而知。梁世灿曾说过，全昭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，独立生活。那一年，全昭明离家第一次独立租房生活，所有钱只能够租一居室。据说家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最值钱的是留在时送的一台电视机，还被调侃电视对于房子太过奢侈。熟悉的粉丝都知道，全昭明私下从来没有穿戴过什么名牌衣服或者包包，他一点都不像女明星。可是此前他弟弟生日，他却送上了奢侈品牌的皮带给弟弟，显然又是一个对家人全心全意付出的好姐姐。全昭明在节目中说过，他曾被计划一面当蒙面歌手，一面当演员出道。事实上，他18岁就以演员身份出道，并且毕业于同德女子大学放送演艺学科。也许因为专业背景关系，他才会这么坚持在娱乐圈闯荡。2014年，通过电视剧《欧若拉公主》一夜成名的全昭明，在节目上透露自己每到一个公司都是到期不被续约，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的演艺之路。只有前经纪公司的一个职员出来单干，愿意和他签约。于是他当时没有公司，只有一个经纪人。那时候他曾干过很多工作来挣钱养活自己，比如发传单，还有婚纱摄影公司兼职。为了能够方便四处试镜，他曾在咖啡馆当过2-3年的服务员。因此当全昭明通过试镜被选为电视剧《欧若拉公主》的女主角时候，他和经纪人都忍不住哭了。虽然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，还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，昭明还因此拿了电视台最佳新人奖，可是他之后的事业依旧不顺。虽然他不管角色有多小都愿意演，可是就没有剧本找他。众所周知，韩国娱乐圈地小人多，全昭明的美貌和演技也不够突出，更没有强大的公司背景，于是他又慢慢的沉寂了。2016年，全妹开始频频在综艺上试水，特别是在《认识的哥哥》上精彩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。虽然节目有7个男 MC， 但是他和他们每一个演的单独即兴情景剧都让人爆笑捶床，那时候他的机灵竟让人印象深刻。因此当 RM 节目组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时候，他拼命地抓住了。
宋智孝的定位是猛，于是节目组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定位风。于是他会在节目上讲屎尿屁，还敢和少女时代成员斗舞，更敢在节目上开车调戏小小在时。其他女演员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他都做了。有付出就有回报。当梁世灿还在节目里找不到定位的时候，2017年他就拿了最佳新人奖和 couple 奖，2018年就拿了最优秀奖。节目组心心念念6年的最佳情侣奖，他和李光洙只用了8个月就拿到了。迟迟朕花了好多年才拿到最优秀奖，可是全昭明第2年就拿到了。他终于可以换大一点的房子，就连脸也变得圆润起来。所有的辛苦似乎都有回报，可是有得必有失，全昭明相比之下失去了太多。韩国演员们都比较爱惜羽毛，甚少上综艺，避免过度曝光。毕竟如果观众们对演员产生固有印象，他们在看戏时候也容易出戏。2015年，李光洙曾经套着一个鱼头演完一整部戏，全程没有露脸。如果要问为什么，就是因为他想摆脱固有的综艺形象，想用演技证明自己。而且李光洙是拥有超高人气的亚洲王子，在演艺圈是出了名的人脉王。可是全昭明呢？所有成员之中，他的人气和名气都是最低的，在地铁站里走来走去都没有人搭理他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现在比起演员更像是搞笑艺人，所有奇怪的装扮永远少不了他。例如，所有人都会对他装扮的勇度记忆深刻，电视剧导演们又怎么会让他去拍都市剧或言情剧呢？李光洙红得早，可以用时间慢慢证明自己，可是晚起不忠的全昭明无疑是对自己的演员之路设置巨大障碍。2019年起，全昭明没有接到任何长剧本，只能选择独幕剧、独立电影，而这类更让人心酸，因为拍这些不仅没有大的收入，甚至这类剧成绩都不好。他接拍的电影《我的名字》在电影市场是无人问津的程度。虽然昭明比光洙只小1岁，但李光洙已经获得青龙奖最佳男配角奖，他们2个人的演艺之路已经是天壤之别。RM 里面男成员们要么结婚，要么谈恋爱，而梁世灿有自己的坚持，于是全昭明就接了这个容易陷入爱情的疯子定位。她是韩国综艺史上第1个女容献爱。虽然有些人知道这是节目效果，但有些人不懂。事实上，有的观众们看他一会喜欢朴真荣，一会儿喜欢金童俊，一会儿又喜欢孔明，也会感到厌烦。比起李光洙的容献爱设定，全昭明总会让人有一种花痴的感觉。也许是因为李光洙本身条件太优越，从不缺少女孩追，所以人们不太较真儿。也许是因为全昭明本身散发一种缺爱、渴望婚姻的气息，所以人们对他的容献爱设定又怜又嫌。有时候他强撩男嘉宾，却又被拒绝，简直让人尴尬的用脚抠出一层楼。与此同时，他和梁世灿的商业爱情线也让人尴尬无比。话说回来， Running Man 是韩国播出时间最长的综艺节目，该剧于2010年7月首播，至今已与节目一直维持住刘在熙、池锡晨、金钟国、HoHa、宋智孝和梁世灿6人体制。全昭明和梁世灿于2017年一同加盟 Running Man， 2人与元老成员们逐渐合拍，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欢乐。尤其是全昭明更是一人多用，既可以和梁世灿上演 Love Line， 还能和大哥池锡晨组成最弱兄妹档，又能和 HoHa 展现国小生默契。与金钟国、刘在熙在一起时则是亲兄妹 Line， 当他与另一位女成员宋智孝同框时，就变成了萌傻姐妹花。作为最具活力的成员之一，全昭明的退出也让不少观众感到惋惜。然而时间过去了3个月，节目组仍未找到能够接替全昭明的人。这几个月，从演员辛瑞恩、朱贤英到歌手全恩菲等人都被网友们提议过可以替补加入 Running Man。 辛瑞恩在全昭明退出后做客过节目，当时所有成员对他都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直接表达了想让他作为新成员加入的心愿。 Running Man 在2021年李光洙退出之后，一直未另选新成员。本次全昭明离开首节目组也官宣过以6人体制进行。原本不少观众推测，也许节目组不会再找新成员了。然而2月4日播出的 Running Man 中，李光洙惊喜登场。刘在熙玩游戏途中想到了弟弟，表示李光洙怎么没来，接着又立马连线对方，问他为什么不来录节目。
其他成员也附和道：“你来太晚了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来的等？”听得李光洙反驳：“大家在说什么呀？”李光洙下车3年后，突然被成员们在节目中公开召唤，又掀起了网友们对他是否会重返节目的猜测。到底是会引进新成员，还是让李光洙返回？一切都要看节目组的决定了。而李光洙此前出演的新综艺节目《种豆得豆》开播了，又吸引了一大批 RM 粉丝过去围观。在节目中，李光洙的表现依旧搞笑，即便是无意间的一个举动，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比如说，大家都在准备种地，只有李光洙一个人先拎着锄头跑到地里干了起来。看着难得积极一次的李光洙，大家本想夸赞一下，可还没等大家说话，李光洙就把锄头弄断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让人慨叹，李光洙真不愧为被综艺之神眷顾的男人，他就应该专心出演综艺节目。李光洙退出 Running Man 的时候，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要专注于演员事业。当时还有很多人觉得惋惜，大家都觉得李光洙退出综艺节目就是综艺界的一大损失。结果事实证明，李光洙并不是不再出演综艺节目，他只是不想再出演 Running Man 了。想想也是，在 Running Man 中，李光洙是吃苦最多的一个人，就连后来的梁世灿都能欺负他。李光洙从 Running Man 下车后，陆陆续续出演了不少综艺节目，也拍了不少影视剧，人气依旧很高。再看 Running Man 没有了李光洙，节目效果一下就不行了。李光洙和 Running Man 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，节目捧红了李光洙，李光洙也在后期扛起了整个节目，只是一直让他一个人来支撑整个节目，李光洙实在是太累了。所以说，李光洙从 Running Man 退出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这一次李光洙之所以会出演《种豆得豆》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节目的主 PD 是罗英熙。提起罗英熙，喜欢看韩综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。在韩国，罗英熙和金泰浩被称为综艺节目的两座大山。罗英熙的代表作有《2天1夜》第1季、花样爷爷、花样姐姐、花样青春、33餐、新西游记、新婚日记、饮食堂、姜食堂。所谓的慢综艺就是罗英熙一手打造出来的。这次罗英熙打造的《种豆得豆》依旧是他擅长的慢综艺，主要内容就是种地。至于节目会和以前的节目有多大的区别，那就得看看了。在之前李光洙对外宣布要从 RM 下车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惊讶，就像金钟国最后写给李光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，所有人都以为李光洙一定会是 RM 中最后一个下车的人，可谁又能想到他是继将 Gary 之后第2个离开 RM 的人呢？从李光洙宣布要下车到最后一期节目，虽然一直都在倒数着李光洙下车的时间，但心中还有一些期待，也许他就改了主意呢，或者他只是开个玩笑呢。可直到这一期节目来到时，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最后一期节目，李光洙留起了胡子，就像他第一次出演 RM 时一样，他选择的开场地也是第一期 RM 录制的地方，唯一不同的是那天下着大雨，他才刚26岁，而现在艳阳高照，他却已经36岁了。虽然是最后一期节目，但大家不想那么伤感的分别，所以节目中依旧是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成员们都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哭出来，可红红的眼圈却藏不住，一个个玩笑只能暂时缓解那忧伤的氛围。在车中，谈话结束后总是会出现很安静的状况，其实人们都知道，大家心里都在想着这是李光洙的最后一期 RM，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伤感的情况。最后，每位成员都给李光洙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都是对李光洙的不舍。宋智孝写的最简单明了，大家哈哈一笑，不愧为宋智孝，就连分别都那么直爽。可谁又能知道，在大家离开后，宋智孝独自一个人留下，将心中想对李光洙说而又不好意思说的话全都写在纸上。他一边写一边哭，眼睛整个都红了。最后一期节目，他一直控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，在这最后一刻，他终于控制不住了，眼泪肆意的在脸上流着。他是多么舍不得这个弟弟啊！在李光洙念信的时候，梁世灿是哭得最凶的一个。后来他干脆趴在桌子上，看着他那颤抖的肩膀，就知道他真的忍不住了。他总是没大没小的和李光洙开着玩笑。作为新人，他和全昭明最先熟悉的人就是李光洙，也是李光洙带着他们两个融入了 RM， 让粉丝们、观众们接纳了他们两个。所以梁世灿和李光洙相处的时间虽然比不过金钟国等人，
但他们的关系却非常好。这次李光洙的离开，梁世灿和全昭民自然是舍不得的。对于金钟国哈哈而言，李光洙离开 RM， 他们也会经常在私底下见面，虽然也是充满不舍的，但相比其他几位成员还能强一些，毕竟他们有时间的时候经常在一起，只是现在不能每周都见面，每周都一起录制节目了，难免还是有些遗憾。对池石镇而言，李光洙已经是他一辈子的弟弟了，李光洙的离开意味着 B True Cross 再也没有了。想当初李光洙愿意和他组成 Easy 组合，这对于池石镇来说是莫大的支持。那个时候池石镇的人气最低，在最关键的时候李光洙帮了他，单凭这一点，池石镇就会记得李光洙一辈子。李光洙历代 CP 组合称号，每一个都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老虎与长颈鹿，李光洙、金钟国分别代表长颈鹿、老虎，不管是做什么游戏都是直接硬来蛮干，且 Ace 感超强的金钟国在节目初代就被称为老虎，而李光洙因为身高关系直接被称为长颈鹿。两人像是动物园里的可怕食物链，喜用小聪明或蹩脚方式取得胜利的李光洙背叛长颈鹿，最后还是逃不过老虎金钟国的魔爪，背叛者联盟。李光洙哈哈。池西辰因为实力本来就不怎么样，经常到游戏最后对自己所属队员背叛，而且只要三人变成一队了，都是炮灰组合，不可能会对彼此忠心。U 阿姨想你了，取自刘在熙的刘 U 跟李光洙的李阿姨，两人组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CP 名字，猛光姐弟。宋智孝也是 Running Man 中疯狂 S 角色，与李光洙经常互相打来打去。不过宋智孝曾经被问过自己最亲密的成员，他居然回答李光洙背叛兄妹，飞蛾情侣。全昭明一加入 Running Man 就被称为是女版的李光洙，两人建立起默契绝佳的背叛友情，除了节目上默契十足，私底下感情也超好，甚至传出绯闻。不过后来李光洙公布与李善斌的恋情，称号就直接变成兄妹了。